吹吹姐，她跟我说，她在生她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遇到了难产大出血嘛，就是清楚的那么一瞬间的状态，灵魂出体，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英国的医生护士嘛，在医院里面在手术台上奋力的去抢救她，但是她出体之后没有任何的病痛，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恐惧感，内心非常的平和嘛，在那么一转念就是那么0.001秒的时间，她突然又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那个世界是一个夏天的特别柔和的一个沙滩，好，在沙滩曼妙的海风吹拂着，然后太阳光特别的强烈，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看着远处有一道门，那门的旁边的话是有光环，特别美丽，而且就吸引着他，就是让人产生那种很天然的好奇嘛。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忍不住好奇的往门那边走，结果他没有走几步的时候，突然听到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声音告诉他，不要走，不能往前走，这不是你的家。然后这个时候他在想这是谁，然后那么一回头也是瞬间移动嘛，就落到了原来手术台的地方。而且你这段时间这个可能实际上他肉身当中也就只有5-6秒的时间，但是那么一上一下，然后在沙滩里面，那感觉好像是经历了好几个小时。但是他一回到肉身之后呢，就是各种痛然后各种病痛的感觉又回到他身上来了不过呢，就是因为这一次出体他彻底的就是相信了有神的存在，有一种很超高维度的那种力量存在。有人会认为他是耶稣，或者是佛，或者是元始天尊，或者是说我们的祖先的或者说我们大圣灵都行，反正就是意识到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只是很小的这么一层。因为你要说如果说我们人眼能够看到的可见光的这个光波有钢琴的琴键那么长，而整个电磁波谱的频率它可以从那台钢琴一直到太阳系一直到太阳的正中心那么长，我们目前的这个肉身它还是相当于被囚禁在时间之内，囚禁在我们这5个感官之内。但是你要想到，即使是感官在地球上，蛇它可以看到红外线就是夜间的时候你躲在草丛后面，只要是活着一个生命体，蛇它都能够感知得到。然后猫可以看到紫外线就好比方说有时候我们突然看到猫怎么盯着那个地方一动不动说不定它看到就是紫外线的时候，或者说就是古埃及它也认为猫它相当于是灵界的使者嘛好，然后还有那个蝙蝠超声波可以听到超声波回声定位海豚、鲸鱼它也可以通过超声波再通过那个海水的介质嘛，隔着几千公里它们都可以那个千里眼、顺风耳它们都可以顺风耳没有千里眼，相当于鸿雁传书吧。对，然后还有鸽子它能够感受到地球的磁场，就是自带的谷歌 GPS 定位了，就不需要我们打开手机 APP 来导航了。所以我还是对于超自然力量存在着非常大的敬畏，我相信就是它还有一个很大的未知的世界在那里。然后另外呢，我还有一位朋友是一位东帝汶的一位大哥他有一次午休的时候突然也是灵魂出窍了嘛，他是在东帝汶，因为那是热带国家嘛，在一个吊床旁边午休，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看到自己在吊床上面，然后在远远望去了，突然看到有一只很大的一个巨人的脚，你只能看到他的脚趾头，他可能一个脚趾头都有30层的那么高，根本就看不见他的那个本尊，直插云霄嘛。然后这个时候他特别的恐惧，这样鬼压床，他就对那位巨人说你到底是谁？如果你不是神的话，那你赶紧走开。结果巨人他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表示。然后也是在这之后，他认为有那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对，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些朋友，他出体之后看到了蜥蜴人，一开始看到蜥蜴人的时候会觉得很害怕嘛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主要还是克服自己内心的那种恐惧吧恐惧之后就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就跟你走路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棵树一样。对，然后基本上出体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其他的一些阿飘，我们同时期出体的其他的一些人基本上都是像陌生人一样，我们就直接走过去了对，然后还有是说看到了那种天使或者说那种就是天女吧，飞天或者说天人道就是他们那些存在呢，通常也是说就是还是说就像跟那个
陌生人一样鬼魂吧，我要直接上去给陌生人一个大嘴巴子，或者我认为你就是鬼啊，那肯定最后只要有二元对立的对抗，那受伤害的也是自己嘛啊。但是如果我们试图对那些灵体释放善意的话，那通常也没有什么。释放善意的话，那其实也是很平和的。然后还有朋友他可以跟那种去世的逝去的一些亲人来对话，但是一般就是说去世的那些亲人，他们毕竟也没有说达到全知全能的神的存在，你要跟他对话，你问他个什么事儿的话，他也许也会说谎。就好比说，如果你现在穿越回去，你问去年的我一些事情，我根据我去年的认知，我说出来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对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认知有一些更新嘛，可能我会觉得有些东西是胡说八道的啊。然后去世的灵魂，他在上天堂或者说投胎转世吧之前的那段时间，他是可以跟我们沟通的。有一些人他可能还想留恋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好，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有的是说通过托梦的方式嘛，但是即使是托梦，那也是相当于打国际长途，就是需要耗费的那种能量是非常的高的。然后还有的是说能够通过就是真的是显化了，真的你能够听到声音，但是这种能量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那就好比是说沿着黄河对面嘛，直接吼一嗓子，我要让对面的朋友能够听到我在说什么，非常高的那种能量，可能比那个还要高很多对。然后如果你经历了有类似的故事，也欢迎你在屏幕底下留言或者给我发邮件如果你有任何的补充的话，我也会留言和你互动非常感谢，订阅支持我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